我和关大娘说了，让她以后不要给你相亲了。大娘没说，你一个男子，太多事了吗？不是多事，是我的事，以后你需要有人照顾。可我是聋子，我是个瞎子啊。以前你不也没嫌弃我吗？不一样的。怎么不一样？我已经许了人家了，对，我定过亲了。阿莫，修大哥，你眼睛好了，也该走了。我只是碰巧照顾了你一段时日，你实在不需要这样的。修大哥，你也说了，你在家乡是当官的，我配不上你的。下属。修大哥，我饿了，回家吧。我军已经感应到了灵犀的气息，在东南方700里外。属下这就去把他抓来。我也去。让黑痴去吧。人是九臣救的，一定要小心，他不会放之不顾。别着了他的道。是。我已经许了人家了，对，我定过亲了。修大哥，你眼睛好了，也该走了。我只是碰巧照顾了你一段时日，你实在不需要这样的。国师，黑痴。修大哥，你起了吗？修大哥，我进来了。仲浩疑心颇重，你在他身边做了这么久还没被察觉，做得好。属下只是奉命行事，不敢居功。当年若不是国师，属下早就死了。属下的命就是国师的，无论国师让属下做什么，属下都肝脑涂地，绝无二话。起来吧。是。宝清公主现在如何？公主精神挺好，并无大碍。宝清公主自幼娇惯着长大，经历的事情少，你要用心照看她。是。你这次来是有其他的事情要向本座禀报吗？不是，属下是奉仲浩之命，前来寻找魔君需要的那名女仙。女仙？国师，属下听赤壁说，那名女仙是灵月的女儿。灵月当初翻脸无情，将国师打入天牢，她的女儿，我们该如何处置？不管这女仙是不是灵月的女儿，都不能落入仲浩之手。有你在仲浩的身边，开启复灵渊一事尚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若魔君重返世上，
那天下就真的要大乱了。属下明白，属下这次来也是想抢先找到女仙，好好藏起来，等候国师命令再行发落。这里没你的事情了，有我在，人不会落在众号手上。倒是你没找到人，众号不会起疑吗？哼，国师放心，属下自有说辞。回去吧，开启富灵渊乃是重中之重，你留在众号身边，要万事小心。是，国师放心，血月之夜即将到来，还请国师保重身体。属下在山灵界等候国师归来。天君，你的修为深厚，仙法自然，本不必服以这丹药，但这石剂丹是老臣闭关多日炼制而成，特别适合天君的功法。好，有劳药王了。天君，如果没有什么事，老臣先告退了。慢走。天君，神农鼎是何等圣物，为何任由旧臣拿去呢？天雷此事本君和你解释过。本君是知道这件事情的。旧臣取走神农鼎，以他的女娲石心作为交换，用于镇守锁妖塔，对于天宫是无碍的。而且，他取走神农鼎，自有他的用处。时辰一到，他自然会归还。可是，好了好了，此事无需在意。而且此事切不可外传，以免扰动六界不安。天雷，我且问你，此事是谁告诉你的？天雷，你和九臣都是天宫的肱骨之臣，本君信任你，同样也信任九臣。此事一定有人从中作梗，你须分得清，切不可中了他人的奸计。是。天雷真君，真君，天君怎么说？天君他已经知晓，我们无需再管。可是，你不适合再留在天庭了。幽都山缺一名守将，你下界去吧。是。小白，
你不吃，也别糟蹋了。你去那边玩吧。我怎么？三杯两盏，树影上心头，泪清风上后。三言两语将时光倒流，一瞬间看透。宋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阿莫，你再叫我一声。阿莫，阿莫，宋公子，我能听到了。我刚刚在做饭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就能听到了。好。宋公子。修大哥，修大哥，我能听见了。大夫说我这是天生的，治不好。我也不知道怎么的，突然就听见了。太好了，那是因为你善良，老天爷疼你，真替你开心。我也替你感到特别开心。你们饿不饿？一起吃饭吧。好啊，一起吃吧。天色不早了，吃完了，好送这位公子赶路。我不赶路。阿莫，你没有跟他介绍一下我吗？修大哥，这位是我爹爹朋友的儿子宋公子，他书念得很好，武艺也很好。是吗？那真是了不起啊。
我们以前认识的。以前？还定过亲。啊。还未请教，你是？在下姓修，不如宋公子来的好福气。我和阿莫认识的晚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彼此相互扶持着，在一起过日子而已。我饿，我去端饭菜。我帮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好。宋公子，别拘谨。你在人家倒随意的很啊。是吗？可是阿莫喜欢这样，自然随意点，两个人相处也轻松些。你们多吃点，今天的排骨我觉得做的还不错，尝一尝。小白，吃，很香的。这小白还真有意思啊！你来这许久，都跟你不亲热，这宋公子一来，他就盯着错不开眼了。或许小白更聪慧，能辨善恶忠奸吧。不好说，也许是臭味相投呢。你们还真风趣啊！修公子是做什么的？商人。商人？看起来不像。宋公子的言谈举止也不像是个读书人。那你觉得我像是做什么的？宋公子步伐稳健，身材强壮，体魄不凡，声如洪钟，双目有神，怎么看都不像是寻常人，倒像是和我们镇上那个孔武有力的屠夫杀猪，慢慢吃，有些神似。修公子身上也没有一般商人的市侩之气。你相貌堂堂，口齿伶俐，气质飘逸，不落凡俗。怎么看都有几分坑蒙拐骗、江湖骗子的神韵呢。宋公子的口才真好，不愧是名门出身。既然考取了功名，何不更进一步？何必千里迢迢来此，蹉跎时光？天道往复，世事无常，为人一世，当珍惜命数。你大好年纪，应有更光明的前程。此时此地与你不合，你这个不合时宜的人，不是该早早退避吗？我吃饱了，你们慢用。我想你根本不知道你面对的是何人，居然敢如此狂妄。你又知道你面对的是何人吗？会知道的，慢用。这2天天凉，盖厚被子吧。枕头我也晒过了，蓬松软和。你要是还缺什么，就告诉我。怎么了，宋公子？什么都不缺。
我只是想知道，想知道什么？住在对面那个男人是什么人？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他为什么会和你住在一起？你不记得我们是定过亲的吗？我已经离开家了，我们的婚约不算数了。你跟娘家如何？跟我们的婚约有什么关系？可是，我这次是为你而来。宋公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没什么。你来做什么？夜深了，给你送支烛台。阿莫，时候不早了，早点歇息。好。阿莫。好好歇息。阿莫，你怕宋公子吗？我知道他以前是你的未婚夫婿。你相信我，只要你不愿意，没有人可以带你走。宋公子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小白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今天没有心情陪你玩，也没有心情陪你睡觉。你自己出去睡好不好？乖。去吧。
早。哎，怎么了？早。早。我去淘米煮粥。我来帮你。给我。阿木，我来吧。对不起，要不你去换件衣裳吧，别染风寒了。知道了，我这就去换件衣裳。小伎俩，我来帮你吧。来。看到我很惊讶。我只是觉得宋公子跟之前不一样了。是吗？我也觉得你跟从前也不大一样了。从前，你这刀不快了。这样一点点来，自然为难。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；刀若不快，就用力一点。葱和葱应该放在一起，青椒和青椒应该放在一块儿。做人做事都应当这样，泾渭分明。修大哥，只是我的朋友。宋公子才华出众，家世显赫，又有功名在身，而我并非林家亲生女儿，只是一个养女。以前还是聋哑之人，我实在不知宋公子千里迢迢来到此处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不是跟你说过，我是为你而来吗？当初我为何离家，想必事后你都清楚了。因我之故，还险些害得家人受难。如今我来到这里，只是想过清静的日子。我的用心，终有一日你会明白的。粥滚了，我去盛粥。你是何人？你又是何人？我是林默的未婚夫婿。我是林默的有缘人。小小麻雀精，也敢在这撒野？你是哪里来的山精野怪，也敢在本座面前逞凶？菜来了，菜来了。
啊，还有馒头，我去拿。你走吧，我可以不跟你计较。还是你走，修行不易，我不会与你为难。我修习几万年，从没见过像你这般胆大包天之辈。比年纪大吗？哼，你赢了。你是想激怒我？我没找你麻烦，已然是很客气了。吃饭了。你们刚刚在聊什么？我们在聊你做的菜，好香啊！那吃饭吧，吃饭。请。请。请。阿莫，我送你去上宫。不了，我自己去就好。也好，我留在家里，和宋公子亲近亲近。哎，还是你送我去吧。那咱们走。嗯。阿莫，那位宋公子，之前真的和你有过婚约吗？嗯。那我在这儿，他一定非常不高兴。过些日子，我搬走吧。可是，你的眼疾还没好，孙大夫对我说，你还得继续吃药。我爱他，你不用担心。这么多年，多少事都过来了。如果将来时运不济，眼睛又看不到的话，到那会儿再说吧。我不想给你添麻烦。还是别急着搬吧。你有亲人可以投奔吗？阿莫。修大哥，这雨怎么？下雨了，阿莫，我送你一程吧。宋公子，修公子，身上都淋湿了，先回吧。你去换件衣裳吧。没关系，别受寒了。小伎俩。我到了。阿莫，你来啦。关大娘。这位是？这是宋公子，这是关大娘，平时对我很照顾。那我晚一点来接你下宫。阿莫，来。未婚夫婿，你不没家吗？
谁给你定的亲呐？我有家，不过是离家了而已。不是，你把我搞糊涂了。你不是孤儿吗？那你为什么要离家呀？他不愿说就算了。哎，阿嬷，你说你的未婚夫婿要来，你家里那个修公子怎么办呢？他走了吗？没有。啊，阿嬷，我刚才说话你听见了吗？我听见了，我忘了跟你们说了，我能听见了。真听见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昨天突然就听见了。哎呀，孙大夫，我还想问你，这是什么缘故啊？哎呀，不管什么缘故，只要好了就行啊！哎呀，上天保佑，上天保佑！老佛的医术这么高明吗？把他治好了？你什么时候给他治过呀？我没给他治过病啊，他怎么就会好了呢？真是太好了！依我看呐，肯定是阿莫心眼好，感动了哪位过路神仙。他娘胎里带的病，也只有神仙才能治好啊，是吧？你这人干什么？好狗不挡道，能不能让开？叫谁狗呢？这里又不是药王洞，我凭什么让你？我找神尊。神尊不在。神尊不在？那他去哪儿了？我哪知道？你觉得神尊去哪儿会跟我说吗？那我就进去等神尊。你干什么呀？神尊要我好好看家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我是闲杂人等？那倒不是。你是瘟神，是丧门星，谁沾上你准没好事儿。上一次害死灵犀还不够，这次又要害谁？我解释过了，那件事情与我无关，是袁同告的密。玉离仙子，别怪我没警告你，这里是浮云殿，没有人稀罕你。你若不听劝，下一次还敢来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，哎呀，吵什么吵啊，扰人清梦。云峰上神，神尊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找不到他。哎，你骗人！你是他师弟，你肯定能找到他的。哎，云峰上神。哎呦，云峰上神，你就带我去找神尊嘛！你就别跟着本座了，行吗？本座到底哪儿得罪你了？哎，你等等我！哎，放手！男女授受不亲。你要是带我去找神尊呢，我自然就不会缠着你啦。哎呦，不是，你找我师兄干嘛呀？我新炼了一炉丹药，正好能克制他的寒疾，要献给他。我师兄的寒疾已经好了，就不劳仙子操心喽。我不相信，你骗人！哎，那不是玉离仙子吗？都说玉离仙子向来眼高于顶，没想到也拜倒在云峰上神脚下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是凡是仙都一样。玉离仙子正值青春，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。仙子肯嫁，上神未必肯娶。前阵子听说上神喜欢青瑶仙子，认真着呢，只怕玉离仙子痴心错付了呢。我才不管他们呢，反正你今天就得带我去。你这么天天跟着我，是不是喜欢我？你就是。你这云峰上神。我和阿莫早已两情相悦，阁下又何必突然出现，横插一脚呢？此话应该由我来说。我与他早有婚约。婚约？什么婚约？骗骗阿莫也就罢了，我怕那位宋医官倒是没有福气做阁下的父亲。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便应该早点回到林间。修炼化形一场不易，何必执着尘世浮华？话都挑明了，那就各凭本事吧。